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征信社不好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丽丽。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征信社一个金牌业务员哦，小华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话题呢？我们有请小华。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应该是许多人最常面临到的一个敏感话题，那就是外遇搜证。哦，外遇搜证，这个真的蛮重要的。那你如果当发现伴侣有外遇的时候，很困惑，不晓得怎么处理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来帮助客人来做这一套呢？基本上外遇搜证最常看到的，就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实质的证据嘛。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认为说，会不会说我先生的或者我太太的对话记录有跟哪个女生有奇怪的聊天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外遇的证据？但其实这个往往在不论你是今天要涉及到要离婚，或者去打官司，还是你单纯只是想要利用这个证据去跟对方讨论，是这样的东西都还其实不太够充当完美的证据，因为对话记录这东西不论有可能造假，又或者是说他们里面讲的东西有可能只是讲而已，没有真的做到。所以说我认为外遇搜证最重要的一定是拍照的部分，一定要有完整的证据。再来，你可能还会涉及到许多法律层面的考量。对，那我们其实就可以透过今天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叫做合法且有效的外遇搜证。是，那你们通常这些的话，就是有一些科技，你们是有一些科技的运用，然后会用什么 GPS 定位来帮助客人来去查他们的行踪是不是有异常，或者是请人家私家侦探在后面跟，还是怎么样？你们都是怎么样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呢？基本上第一个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科技的应用，其实它有很多种方式那其中 GPS 定位这是一个方式，当然每一个案件它适合的做法都不太一样。对，有的也许它是需要私家侦探贴身的一直去跟着他拍照。还有的甚至是我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科技的辅助 GPS 这些的帮助，那当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有办法运用，甚至我们还有碰过需要跨国的，比如说到国外，对，到国外，比如说先生可能长期在大陆就是出差，大陆那边有小三，那是不是就有可能除了回台以后，包含回去大陆我们都需要去跟踪他？对那不就哇？那如果跨国的话就那就真的是大阵仗嘞。对大阵仗，但是有时候真的有这个必要啦。是那可是我们也要合法讲到法律层面的话，我们中华民国的民法，我记得我们婚姻关系如果配偶有不忠，或者是有一方要求要离婚，要求损害赔偿的话，要有充分的证据，然后是不是可以对我们提出者的本身，他可以获得更相对他的利益，对他是有利的。那这一方面你们都会怎么样来帮客人来排解这些法律纠纷呢？当然先讲到法律纠纷其实是你要先讲到我们最早台湾是有所谓的这个通奸罪，但是其实现在是除罪化，相信大家都知道嘛。以前通奸的话，它就是非常一翻两瞪眼的事情。他们讲到的就是性器官的交合，有这个东西，那就代表他是通奸。这样就认定了。但是现在已经改做所谓的侵害配偶权，它有一点像是所谓的精神赔偿、精神损害那种感觉，它有一点模糊的边界，所以你往往更不能因为你几个对话记录就有办法让法官去裁定说，他们真的之间是有什么婚姻上有瑕疵，或者他有外遇的情形发生。对，所以说你在讲到这个法律层面，你要去要求离婚有相对应的他的利益存在，或者是说他有想要对小三去做提告的动作，那往往这个搜证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这个合法性跟真实性像是说偷拍这个东西，你要看场合，有的场合它是属于是侵权的，是属于妨碍秘密，但有的场合不是，公共场合就不是，所以说这种东西你不能自己去做，而反而是要经过专业的团队或者是律师协助你。那你们在这一方面，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么对夫妻，如果成功的收集到关键的证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知道一下，他们接下来如果说他们有遇到相同的问题，他们可以一样的对应，他们可以知道怎么做，有没有一些案例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其中
这个案例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疑自己的先生，比如说你的丈夫啦，先生有外遇的情况发生，但其实他一直都没办法确定，仅凭奇怪的对话记录跟不太合理的加班时间，他就觉得说很奇怪，但是自己可能忙于顾于小孩或者是工作，也没办法自己去调查，所以就请到像我们这样的征信业者。是，那最不外乎的就是根据我们实际去跟拍的情况下，有发现了一些照片或者是他的跟奇怪的时间点进出奇怪的地方。那更常有可能会发生，直接就有去汽车旅馆或者是对方的家里。那这样子的照片影片才最终可以让他在离婚诉讼中就是有比较公正的判决，并且得到他该有的赔偿。对，那也有比较特殊的案例，比如说这个他觉得先生就像我说的一样，有觉得他有怪怪的情况发生，但是实际去跟的时候，发现他外遇的对象不止一个。那这时候处理起来就有点麻烦了。是，不止一位哦。对，不止一位，更不用说你可能外遇他有分，但他是用钱买卖的。是，对，肉体上还是心灵上，那这个又可能要讨论到这个委托人他自己是希望这个家回来。还是说他觉得就感情破裂就离婚抓一抓，是，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认为案例能给你带来的就是说一些基本你该怎么做的方向，但实际上还是要根据你真正你想要的跟你实际发生的事情去办，因人而异，对，因人而异啊，对啊。所以面临婚姻中的困境，除了收集证据，你们是有寻求一些婚姻辅导啊、心理咨询啊，帮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你们后续会再辅导，就是你们的客户他们会如何来处理这一方面？有没有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忠告，他们可以知道的方向？可以啊。是，其实这个外遇搜证，这只是一个最入门的东西啊。我坦白跟你讲，就是关于你在处理外遇的这个事情。它最简单就是坦白讲就是拍照，然后提供你证据，你要怎么做，以及说你后续要怎么跟你的另外一半相处，这个有很多很敏感，也有很多眉眉角角在里面。对，我们也有提供，比如说婚姻的辅导，这种感情咨商，对，比如说所以也可以打电话跟你们聊天，做这一方面。如果有需要的话，当然也可以啊。对啊。那我们也有就是比如说她觉得跟她老公虽然这个婚姻就后来经由我们努力是没有复合了，但是跟她老公感情有一定多少会有裂痕。是，那像我们也有提供像是感情挽回这样子的服务。对，所以根据每个人的案件，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服务方式啊。当然，你如果需要律师的话，我们也会有律师团队。律师团队也可以帮助他们。打官司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律师。好，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好，那下次有相同的那个专业的话，我们再请小华再上线来跟我们聊一聊其他的那个。今天也非常谢谢小华来到我们现场，谢谢，拜拜。